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14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了。距离东京半马还有1周，但还是上呼吸道不舒服、感冒的康复期的刺激状态，会有轻微的想咳嗽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目标是要在周3左右得完全康复。但是这次东京半马是2套方案，一套方案是如果我要回去跑北京马拉松的话，那东京半马就变成娱乐观光跑，是不是1小时20都不重要，因为明年东京半马之前我肯定会有半马跑到1小时18以内的，就不用太担心。如果北京没中不回去，那就看看能不能跑个1小时20就行了。昨天芝加哥马拉松我没看，但是体验我看新闻了，真的了不起呀！女子跑进210，是不是？有小伙伴说感冒了还能跑步吗？小伙伴说快比赛了，生病了怎么办？或者说快比赛了怎么办？一会儿咱们简单聊2句啊。状态还行。那这季节感冒生病的人就慢慢多起来，这边也是。有小伙伴说生病了怎么办呀？我给您建议是这样：如果您的目标就是锻炼身体，没有比赛的安排，或者说就像我比方说如果没有周末的比赛安排和下个月的比赛安排，那我应该会比现在休息的多。我是全休了1天，因为那天第1天发烧，就什么运动都没做，然后之后就不发烧了，也没有很明显的其他症状，我就开始就每天轻松跑。那轻松跑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维持身体一个有氧运动的状态。像这么跑，别说提升了，就是能维持住都不容易，对我的能力要求来说。这是真心话，你别看我这几天每天至少都是7公里。我建议，如果您就是锻炼身体，没有比赛压力，感冒了可以全休2到3天，然后这2、3天努力恢复，就会好很多。跑多少了？30，现在11。11，加油加油！休息2、3天，好起来，再开始。这样呢，你的病应该会感觉比一直在像我这样的话早好1到2天。我没什么依据啊，就随便说的。因为感冒这东西就是像我这种上呼吸道感染，它就是抓住了你的免疫的低落期就感染了。而且像跑步啊这种运动，然后你肯定是要比平常呼吸重的，那你可能你的气管和上呼吸道它就没有在家里待的时候那么湿润，这时候呢就更容易被进一步感染。所以你看我跑得很慢，但是如果您像我一样有比赛安排，那没办法了。只要您不发烧，然后呢没有剧烈的咳嗽，就可以像我这几天这样。你看对我来说，我平常怎么练大家都知道，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轻松跑7公里。为什么是7公里吗？没什么为什么，因为我从家到大阪城绕一圈，回到家是7公里。今天可能是9公里或者8公里，因为你看我拐弯了，就这样。那有小伙伴说，你说测试30公里，测试完以后生病了，是不是失败了，或者这个测试不对？
我不这么认为。这就像赛前我们要拉一拉速度，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，赛前都有速度课。虽然强度不大，就组数不多，但是瞬间强度大，你也有受伤的风险呀。但是呢，那没办法，你想要一个好的成绩，就是要做这个。如果做了这个，你不幸生病受伤了，那就说明这场比赛你很可能达不到你的目标成绩，那就下场再说。所以马拉松这种一年，目标比赛只能跑2-3场的这种事情，就老说只争朝夕嘛，不是给大家压力，就时间一下就过去了。所以你看，有的运动员会宣布这在比赛之前宣布我不参加了，他可能会把目标就放在下一场或者怎么样。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又想参加，那参加完以后，就北方话就说半半落落的，你这场也没跑好，可能下一场也就那么回事了，这赛季就过去了，这个很正常。而且这是我第4次这样安排赛前的规划，只有这次出了些小问题。你看这4次我有2次成功了，然后呢1次呢是今年这次不幸感冒了，然后还有1次是2022年的北京，第2周我有一个轻微的拉伤，就说明这个办法是有用，因为我另外2次都很成功，但是呢有风险。就像我说，比方说马拉松赛前周5那天可以做几组短距离的高强度的冲刺，找找速度感。那这种冲刺也有风险呀，因为你肯定这周已经减量了，减量以后你的肌肉本身就没有平常那么的兴奋，你再冲刺有可能拉伤一下，那个拉伤可就彻底没戏了，你还有2天就比赛了。当然运动员也这样，就没办法，只不过运动员的保障会比较多。你看像运动员们集训吃住都在一起，那基本上杜绝跟外部社会的太多的接触，你可能感冒的风险就少很多。然后受伤这事儿也是有更专业的指导，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不了解自己，可能你的教练了解你，他会告诉你今天注意，今天要慢一点，这都是各方面组成的吧，没有什么绝对的。那如果您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还有1个月了，或者还有半个月要比赛了，怎么办？您相信我，这1个月练什么都不太有用了。这个月主要保证的是赛场的状态，不是赛场的能力，能力已经决定了。像我刚才说的，无论是赛前的30公里，还是比赛那一周中或者是周4、周5的短距离冲刺，都是为了保证赛前的状态，就赛场上的状态。30公里这事儿呢，是说让你的身体在一个连续3、4个月的训练季之后，找到一个比赛的感觉，然后让你的心里有一个基础，然后比赛周那一周的速度训练是让你在这1个月减量减强度之后，让自己的身体兴奋起来，找到速度感。否则你连着好长时间不跑目标配速的话，你就忘了那感觉了，就身体就是被动记忆就没有了，你需要来2下，就是这样。这种速度感大概怎么弄呢？如果您是全马比赛的话，然后周4或者周5跑4组或者5组200米就够了。配速的话不用全力负冲刺，但是比马拉松的目标配速快一点点就 OK。如果您是半马比赛，您可以看我去年大半马之前，去年好像是
不是1月28号，就是25号之前那一周，有一期的题目是也许会迎来最后一场 PB， 好像是就那周围的时间吧。好的吗？也是200米，然后也是4、5组，但是要快一些，就基本上全力以赴冲几组就 OK 了。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减量呢？差不多赛前1周到10天。我一般是赛前10天我就开始减，目标是最后10天的总训练量是你平时的60%，然后最后1周的训练量是你平时的40%，就差不多。你可以减量，也可以减强度，也可以减次数。但是如果减次数，我觉得减次数是最后一个选项，最好不要减次数，减量或者减强度比较合理。就不细节到每天了，每天状态都不一样，随便就行，没有那么多科学。像我昨天会员视频说的似的，真没那么多科学。还有那个，你看我跟老爷爷错车的时候，我都没呼吸，我怕传染呢，我也不知道还传不传染。人家属到现在没事儿，一切正常。然后补给方面呢，你买的能量胶如果没吃过，先试试就行了，真的不用那么在意。就是好多东西是会左右你在赛场上的状态和感觉，但是就比方说对我，如果这场的目标不是240，状态也无所谓，因为状态会从比赛中找到，你无非就是一开始的几公里觉得有点恍惚，觉得我是在比赛呢吗？也就是这样，但是差不了太多。目标赛事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屏幕前有多少小伙伴跑过这种感觉的比赛。咱们频道有好几位比我跑得好得多的小伙伴，观众肯定都能体会。目标赛事是从开始的第一步，你就要在目标的规划内，就那种感觉。第1公里结束就看配速，一看慢了怎么办？就这种感觉。很多时候，第2公里跑完，心里就有数了，就能知道这场能不能破了。如果前2公里比目标配速加起来慢了30秒或者40秒，那在我心里这场基本上就很难了。就像今年大阪一开始跑不开，就从这儿起跑往那边跑，你看是一个下坡，但是太窄了，真的太窄了。我在 A 区，我到第5公里才突出重围，前5公里比目标配速加起来就时间上慢了差不多得有将近1分半，导致我跑到新宅墙那边路宽了以后，那是第9公里，当时都跑到3分33的配速往前追。好些都有不确定性，不光是我们自己能基本掌控的，比方生病还和受伤，还有赛道比赛中的情况。你一开始比方说前面人绊一下摔一跤挡了你一下各种，我还见过比赛鞋带开了的，那基本上除非你已经大幅领先了你的目标，那就没戏了。行吧，最后再感慨一下，虽然它不是一个纯女子的成绩，芝加哥应该不是纯女子的成绩，对吧？都是一起出发的，但是2小时09开头的成绩了，女子马拉松了，
这太厉害了。行，我这路口又该往家跑了，就不再绕圈了。练后再见，加油加油！哎，10月14号星期一，6点38，训练结束啊，晨跑结束，对，不能叫训练，8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6，一直匀速，平均心率137，还行哈，穿的有点多，有点保守。因为16摄氏度，按说不至于穿这种长袖，这种它不光是长袖，它这个料也厚，而且不是那种像夏天那种背心有风洞的那种，就会比那种热一些。感觉还行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感冒这个事儿，我还是不成熟的经验，就是如果你有严重的，就是鼻塞，鼻子全堵住了。也不是很适合去训练了。像我现在是，鼻子没问题，然后呢嗓子也没问题，就是可能有些感冒之后，轻微的气管炎，然后会有那种刺激的想咳嗽的状态。那没办法呀，那得维持状态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早上起来出来动一动，就哪怕是快走、散步、跳一跳、跑一跑，哎，你整个的这个人的循环状态就感觉会好很多。有时候你一生病，在家里一窝几天的话，就感觉好像这人就锈住了。这都是体感，没有什么科学依据。行吧，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快要比赛的小伙伴们。关键就是保护好自己。生病这事儿呢，可能很多人左右不了，但是受伤这事儿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的。还有就是把心态放平稳，别太紧张就行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刚才在人窗户根底下不敢大声说话，拿着镜头走过来了。咱们明天再见。